然后我们今天有个朋友从南加啊刚搬过来，他呢以前也是在北加也住过啊，现在很多年，对，现在后来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是搬到了南加。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讲一下 difference 啊，就是因为这毕竟虽然是一个加州，但是两边的那个风情人土和工作机会还有这个天气啊等等啊，这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北加的话，这边呢是高科技比较多嘛，那个 high tech 跟那个旅游，那南加的话呢就是可能是国防工业，还有那个港口那个物流，还有那个娱乐行业，好莱坞那里嘛，对，我想这整个行业的分布的话，大概就是两边的有他自己的行业的基础。如果是职业来说的话，肯定这边北加的那个机会，职业的发展机会会比南加要肯定要多一点。因为北加这边的那个高科技比较多嘛，集中，所以那些 startup 啊都在这边会比较多。当然，南加也会有，只是规模化会比北加要小很多。当然，南加肯定也有一些高科技行业，有一些公司也在那里，也有一些 startup，对不对？但是规模肯定没有北加的选择多嘛。从房价讲的话，肯定会有些差异，但是不会差太多。北加的房价肯定比南加的房价，从房价跟租金可能要略微高一点，但是不是说高，稍微高一点，大概就高个10%这样子的那个程度吧。但是如果是从日常的什么吃的方面来说，应该是差不多的。但是南加可能吃中餐的可能的那个更多一点，更好一点，因为南加的那个中国人那边还是聚集比较多嘛，所以他那边吃中餐的方便性肯定比北加要多一点。然后中餐的那个广度啊，还有那个什么，都是选择比较多一点。一个朋友也是住在北加的一个朋友啊，他也在各大高科技公司就职过，比如说 eBay 啊、Facebook 等等。那加州来定居的话，你会推荐南加还是北加？推荐哪一个就 depends on 每个人的爱好了。比如说在贝尔，我就觉得很 focus on IT 的 IT 的东西。比如说我是 software engineer， 我是 double E， 一大堆，反正就是跟电脑有关联的一大堆，也很非常的 concentrate on 这个 area。除了这个 area 之外，还有房地产也是挺好。这里，但是这里面这两个行业之外，其他就比较给我感觉就比较工作机会就小一点。通常就 focus 这两个行业，这里面就大部分的比如说 unicorn 公司，大部分都是在北美。所以就晓得他对于 IT 这个工业工作要求很高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学这种 IT 啊，学软件、硬件的，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机会，有非常多的公司可以选，是吧？对，所以可以，如果要移民过来的话，如果对这个行业有兴趣，就应该拼一拼。给我感觉就是南加就比较倾向于比较 relax 其他的工作了，比如说 entertainment 这边就好很多，娱乐的，基本上整个 lifestyle 给我感觉就是说这里面的非有的人都是要上班，没有 entertainment。我的同事通常都是说他们要玩一玩，或是去一些跑些东西都去南加州的。所以南加就比较适合生活。对。就你觉得你在北加这边？就是工作占了你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一部分，是吧？就是玩啊什么的，就觉得这边可能没有南加的人那边会去享受生活，是吧？对，就是说其中一个原因，我刚才也在说，虽然这里面的薪水高很多，对，高很多，cost of living 也是很高。比如说，简单的，如果你看很多报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年薪是15、16万，基本上是paycheck to paycheck，一分钱也剩不了，也没办法买房子，要15万的话也是没办法。所以通常有的时候我跟同事就说，在这里面贝尔买房子最起码要2个 Google 了，2个 Google 就是两个人同时在 Google 上班才可以买到房子。现在一般多少？最少150万吗？Media price 跟贝尔应该是150万应该。如果去不一样的区当然是不一样的。南加还是很多100万以下的。对，所以现在这一点都不容易，在这边生活非常不容易，是吧？所以很多人觉得这边人赚很多钱，但是其实他的平时的开支也是非常庞大的。
对，这边的 IT 公司的 life balance 怎么样 ？work life balance 怎么样？听很多人都说其实还好，或者是有些人也是要看你的工作室嘛，就是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。有些人首先要看哪些公司，还有你自己本身。比如说吧，通常 traditional 的这些大的退休的公司，比如说 Microsoft、Oracle、Google，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退休了，就是去那里就是说 life 很 relax， 很 relax 的意思。但是去了很多 startup 的公司，特别是 unicorn 那些又快上市那些初创公司就很累，就非常累，因为他们要创业，他们通常去的人都有一种心理状态，就是说他想搏一搏、拼一拼，希望上市就赚一大笔钱。还有就是说，就算同一间公司，不一样的 team、不一样的 division，他们那 work-life balance 也不一样。比如说在 Facebook， 对你是在 Facebook 上班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在 Facebook 这么多年，那能不能讲一下你对 Facebook 这一家公司？因为它是比较知名的哈，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家公司 Facebook 嘛，湾区的这个硅谷的 Facebook。那你在这家 Facebook 里面上班，对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一个感受？可以给一下总结吗？就是给一下描述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首先给我人里面上班的人很 nice 的。他的非常 nice， 对，因为他们那个coach很注重要 respect 别人，不能够随便说骂别人，说一些不好听的人，不能够随便说。OK， 那你住在北加州已经很久了嘛？你最喜欢北加州的3点是什么？然后你最不喜欢北加州的3点是什么？3点，首先这里面的天气挺好，天气，你喜欢这里的天气好。然后第二个喜欢的地方说到天气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北加州的一个天气？你觉得北加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？你非常喜欢？比如说 compare 到南加州，就这里就温和很多，温和，不会太热，它不会太热。太热了。OK， 有纬度的原因，比如说我老婆以前住在明尼苏达，明尼苏达就是太热了，太多雪了，太多雪了。有的地方就太热，有的地方确实太冷。就那时候不是太热，不是太。就这边是就四季如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中间的温度。OK， 好，天气是一个非常你喜欢的一个原因。还有第二个原因喜欢的就是这里面，中国人挺多嘛。哦，就是华人群体很大，这中餐啊什么的，就是中国的超市挺多，很方便。就感觉生活在国内的那种感觉，就到处都是可以看到华人的身影，是吧？有中餐啊，有这个中文机构啊，中文培训机构啊，或者是中国同事啊，这个基本上如果你在省法师学就不说英文是无所谓的，都无所谓的。在这边，就算你英文不怎么样，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。好，那第3点就最起码我就喜欢 IT 的东西嘛。哦 ，OK， 机会很多。工作机会很多，因为知道也是哈，因为你是学那个的，你是 WE 是 software engineer 的那个 field，所以这对你来说是不可，就是去南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。讲一下3点你比较喜欢南加的，跟3点你比较喜欢北加的。南加呢，它的风光非常好，景色很棒，因为你想它的海岸边全部都是那些棕榈树啊这些东西，这个是在北加海山是没有的。它那个南加州的沙滩质量相对好很多，海岸线特别长，所以你如果想去沙滩的话，理论上一般都是去南加州。你像好莱坞他们都是在那边拍电影嘛。第2点好的地方就是它那个土地面积要比北加州大，所以相应它的房价要低一些。如果你在湾区，比如说150万的房子，在南加州大概只要100万。对，这样差距就很大了。另外就是我觉得在南加州消费要比北加州低一些。它的销售税也比这边低，像我那里就要7%，这边我想至少9%，或者10%大概都有。所以就说如果你是单身人士的话，去南加州工作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它的房租肯定要比北加州要会便宜。如果你有家庭的话，那就南加州是最适合家庭生活的。因为它各种娱乐设施，儿童乐园，什么环球影城、迪士尼、乐高、海洋世界，全部都在南加州。所以我住在这么多年，经常带小孩去玩，你想买一张年票就可以1年去10几次、20次都有。
跟那边娱乐比较适合各年龄层面。反正工作嘛。然后他那个好莱坞也在那边是吧？娱乐的话，就是很多明星啊，追求他们的明星梦啊，或者演艺梦啊，都会去下好莱坞嘛，感觉还是比较一个标志性的一个，就是去那边的一个。的话，一般都是去南加。对，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南加州更适合家庭。有孩子的。有孩子的 ，OK。还有一个第三点，你比较喜欢那边的是什么？他人其实比北加要多了，因为它地方大。就华人也比较多那个。我觉得华人应该是比这边更加集中了。更加多，我觉得。我们那边就把华人超过50%的地方叫解放区。你就知道了，它这种解放区的话，你走到街上都是中文招牌啊。如果是中餐的话，应该南加更好一些。更多餐馆。更多餐馆啊，更多中餐馆。味道更多一点。对，味道更正宗一点。它那边没有最正宗的那些墨西哥餐，因为它离墨西哥边境非常近。墨西哥餐非常好。做得非常地道。这在北加州可能是比较少见。中餐估计南加那边什么样的中餐都有吧，各式各样的川菜啊，什么澳菜。国内区别真的很小，没什么区别。对，它除了那个从中国进口，所以它的味道跟国内没有什么区别。啊，南加那边有什么你一些不喜欢的？不喜欢就是3样不喜欢。对，我很不喜欢，因为天气太热。住在旧金山，旧金山很凉啊。所以尤其是夏天区别太大了。如果是按摄氏度来讲，旧金山20度，那北加州就起码要32度、35度之间嘛。对，夏天就是天气问题。对，天气还是因为这种高温就造成了它那边那种缺水，干旱非常严重。另外就是热天容易产生蚊子。那种蚊子也多哈。蚂蚁都很泛滥。这点挺讨厌的。OK， 还有就是交通呢？交通会不会堵塞？听说那边拥堵啊，对，比旧金山它人多嘛，另外就是还因为它人多，所以车也多啊。所以在洛杉矶地区，拥挤情况是非常严重的。全美我也排前3名了。前1都是他了。反正他任何白天他肯定任何时段都在塞车啊。晚上还好一些，但白天肯定是在塞车了啊。这交通问题还是北加好一点。对，因为主要也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好的。就像我说的，没有高铁啊、轻轨啊这些东西，所以没有公共交通。对，所以你必须开车，所以也是这个。我认为，无论是谁住在北加或者南加都还可以。户外运动就是去玩那户外去玩的那种休闲。为什么？户外的话应该是北加比较厉害一点。北加爬山多，对，北加树要比南加树跟那个山都多，所以它没有什么树，比较暴晒。南加就最合适去海边。对，海边是比较平原比较多那边。就是如果大家喜欢户外的那种运动啊，比如说骑车、爬山那种camping 啊这种，我觉得在南加一般都是有它海边的公路嘛。对啊，就是平原的那种，就没有什么挑战性的那种。就是有那种山，不过肯定没有相对而言没有北加对。所以，如果非常户外的话，还是选择这边这个北加会比较。海边运动、冲浪啊，对，冲浪的东西，对。浮潜、潜水，那种对。水上活动，是。所以你觉得，就是南加对小孩子比较 friendly， 就是对小孩子比较好。每个社区都有儿童游戏场啊。对，我觉得对小孩子还是真的蛮。就是家里有小孩的话，可能住在南加比较方便，带他们出去玩那些地方，有很多好地方可以带小孩出去玩。南加可能会就是说吃的种类会更多一点，像这边可能广东菜更多一点，越南菜更多一点。那可是，南加州的话，像重庆菜、四川的或者什么北京的或什么的，你可以吃到更多不同的菜系。就花样比较多一点，就像刚才教主说的，就是那边中餐吃的比较丰富一点。对，就是你想吃什么东西，你能找得到。比较容易能找得到，比较密集，人多。对啊，你想吃的更地道一点，你就去解放区嘛。
那如果你想就是随便来家门口吃的。OK， 所以在娱乐跟吃的方面，那边的确是优势不小啊。就你两边都其实还挺喜欢的。对，我都喜欢。然后像北郊可能有些东西我没有挖掘出来，这边不是也有内海啊，也有海滩，我觉得小孩子在那边玩应该还蛮不错的。那我以前可能接触的不多，那南郊可能接触的多，也有孩子在那边南郊出生的，所以我觉得南郊可能我更熟悉一点，所以能了解多一点。那你们可能在北郊。可能带孩子，你们肯定要周末带孩子去娱乐嘛，也要想一些去哪。基本上都是户外的，很多户外的地方 ，playground 啊 ，mountain 啊这种地方。对，其实我是蛮喜欢北郊，就是树多，因为像我是喜欢有山有水有河流，然后有那就是北湾了，北郊了。对呀，那就是北郊了。你出去户外去徒步去怎么样子，你不会说太晒，然后会凉凉爽爽凉凉快快的去玩，这样子的话。开心嘛？是。那像南加州，你夏天绝对没有什么遮挡的东西。冬天可以，冬天因为凉一些嘛，那么在家里还觉得很温暖。对。但是夏天绝对没有这方面活动，没错。就是可能室内活动更多一点，没错。或者海边。没错。海边还好，南加州可以下海。没错。对，北加州的海水太凉了，绝对受不了。